老头子临终前非得让我把山门发扬光大，可这末法时代道法孤显，谁还相信玄学啊？要不是老头子拉住我发下毒誓，我早就下山打螺丝了。检测到宿主生活仙命，绑定香火系统。我好像梦到我有系统了。检测到宿主意识苏醒，香火系统开始绑定。本系统致力于复兴道门，增加香火。香火可在系统中兑换各种修行道具，请宿主速速将道门发扬光大。真有系统啊！为改变宿主摆烂恶习，下面发布新手任务，请宿主尽快获得一道香火，完成后可获得炼气丹1瓶，功法纳灵经1部。我看短剧里那些获得系统的都有新手礼包啊，怎么我没有？是不是你小子吃了回扣了？宿主，请不要动不动就掀桌子。你想要新手礼包可以说呀，我给你。获得新手礼包，获得醍醐灌顶1次，帮助宿主打通气海，奖励顶级天机算术1本。还真有啊！还真有啊！这就是气啊！原来它真的存在，老头子当初真没骗我。我现在有了气，可以修行了呀。那我现在怎么办？下山拉客！你正常一点啊！香客必须是自愿上香的才算成功，宿主不可诱导香客上香。行吧，那只能老老实实的在山上等那些冤大头上来了。这都7天了，这天机算术我都翻了好几遍了，连一个香客都没来。系统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我这辈子还能不能完成任务了？宿主不要心急，系统已经检测到有香客来到了山门前，请宿主尽快完成任务，开启修仙之路。二位居士，不知来此观中所谓何事啊？道长你好，我们今日是来爬山的，发现这里有一座道观，就好奇进来参观参观。那二位请便吧。老公，我们要不要上炷香？我不信这些，你最好也不要。一个年轻人躲在这深山的破道观里，8成是想弄什么直播起号，靠这不圈钱呢。胡说八道！道长，你既然是修行的人，那你会不会算命啊？姑娘，所谓算命，不过是根据你的言行举止，分析你的心理，推断出来一些信息而已，不足为信。那这么说，你是会算命了？略知一二。那你给我算算呗。行吧，你想要算什么？我想要知道明天彩票的开奖号码。我要是能算到，我早跑着去彩票店了。你这道长还挺有意思的。系统，这可不是我引导他的，这是他自愿的。恭喜宿主完成新手任务，获得香火1道，获得奖励炼气丹和纳灵经，奖励已存入系统空间。走，道长，那我们走了，有缘再见。二位居士，山路慢行，莫走小路。山路慢行，莫走小路。多谢道长。不信。老公，我走不动了，太累了，到底要多久才能下山啊？正常路线的话，估计还有1个多小时。不过刚才我在地图上发现一条小路，从那里走的话，能节省不少时间。小路？可是道长不是提醒过不让我们走小路吗？他的话你也信？反正我是走不动了。这条路只要10几分钟就能下山，肯定没事的。
走吧。我这边。来，小心。老公，要不咱还是回大路上走吧，这里太安静了，我心里发毛。爷爷，你不要自己吓自己，有我在，没事的。老公，你听到什么声音没有？爷爷，是狼！爷爷，快跑！爷爷，快跑！唉，看来还得我亲自出马。你说这人怎么就不听劝呢？哎呀，宿主，这是命定的事，你出手救了他们，有违天道。上天还有好生之德呢。再说了，他们上了我的香火，拜了我的道观，那就是我的有缘人。不出手救他们，我道心不稳。你也了不起，你清高。切！李晨，我们会死在这里吗？不会的，爷爷，一会儿我拦住这头狼，先往山下跑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能丢下你。听我，你这样我们一个也活不了。而且今天的事怪我，如果不是我不听道长的劝，现在也不会遇到危险。孽畜尔敢！道长，你是神仙？两位居士没事吧？你还说你不是神仙？不是神仙，哪能有这种手段？居士不要乱说，这世上哪有什么神仙？要相信科学。贫道不过是有一把子力气而已。居士眼光不错，你的伴侣大难临头，还能把你护在怀里，是个值得托付的人。系统，用香火兑换一枚护身符。兑换成功。既然我与居士有缘，这护身符就赠与居士了。多谢道长。多谢道长。走吧，我送你们下山。你咋这么舍得呢？刚得到一道香火，反手就换了个护身符给人了。那又怎么样？这香火本来就是他带来的，送给他又如何呢？你是个好人。你才是好人，你全家都是好人。贫道单身多年，还让你发上好人卡了。检测到宿主传道一人，第一次传道成功，获得基础抽奖。传道成功还有奖励呢。传道10人，宿主可进行一次初级抽奖；传道100人，宿主可进行一次中级抽奖；传道1000人，可进行一次高级抽奖。以此类推，宿主传道人数越多，得到的抽奖等级越高。没想到你这系统还怪好嘞，这不就好起来了吗？啊，系统还有别的什么？恭喜宿主救了张岩和李长，获得功德一缕。功德？天道茫茫，赏罚分明，功德为赏，罚为业力。但你不是说我救他们是为他们逆天改命吗？是。那就是说还有罚了？对，你的业力会反映在你日后的渡劫时，业力越大，雷劫越寒。哎呀，那就没事了，只要不是现在就行。你不怕被劈死啊？要是怕业力大，就不去救人，那这修行还有什么意义呢？我既然修行，就求顺心本意。要是越修行越胆小，那我还不如做个凡人呢。哎，算了，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，抽奖吧。祖师爷在上，老头子在上，保佑我这次系统抽奖抽出个干货来！抽奖！抽奖完成，恭喜宿主获得1级灵泉眼。1级灵泉眼含有少量灵气，每日可生产100斤，饮用可略微增加修炼速度，强身健体，对草木有一定的催化作用。哎呦，还有讲解，把炼气丹还有纳灵经都给我看看。炼气丹，某个不知名贪炉童子的猎手之作。怎么是不知名啊？系统你能不能行？
能不能整点知名的玩意儿？净是些上不了台面的玩意儿。那灵机33重天，不知名大佬所创。怎么有？等等，33重天，那不是离恨天吗？难不成这经书是太上老君的？我可什么都没说，这是你自己猜的哦。看系统这样子，这经书还真有可能出自老君的手，这不就捞到了吗？老君出品，必是精品，我必须拿下。这家伙有点邪，修炼起来竟然这么迅速，怪不得能被那位大佬看中。不愧是老君的经书啊，才一晚上就有这样的进展。我现在感觉我一拳能打死一头牛，也不知道这炼气丹和灵泉怎么样。出去看看。哎，这个位置不错，把灵泉安在这里，夏天还可以在这里乘凉，还可以用灵泉水泡西瓜吃。系统，把灵泉安在这里。系统，把灵泉安在这里。得到宿主指令，现安置灵泉。哎，呀，不愧是灵泉啊，这喝起来就是跟大自然搬运的不一样。哦，系统，我这身体里的气怎么不受控制了？宿主服用炼气丹和灵泉水，引起体内暴增，只要将体内的气给打出去，就能安好。这是我干的？这当然是你干的。你现在已经有了气，有这样的力量，当然不奇怪。才一晚上的时间，我就修炼出了气，我果然是万古无一的天才。哼，大白天你说什么梦话？你的意思是，老头子骗我？啊，他说的对，你就是万中无一的天才。哎，这才对嘛！哎，你说你这死手怎么就不能往天上打呢？这下好了，道观本来就年久失修，现在更加破烂不堪了。哎，看来今天得下山一趟，叫村民过来休憩一下。哎，刚好今天是端午节，村民们也要来山上上炷香，正好把这件事给落实了。林小子，我们来看你了。张大爷，这幸亏有你们，要不这道观可真就不成样子了。嘿嘿，臭小子，你说什么呢？老道长去云游了，我照顾你不是应该的吗？张大爷讲究。嘿嘿嘿，行了，你歇着吧，我们去上炷香啊，就回去了，就不打搅你了。走吧。啊，慢走。哎呀，可算是把他们给送走了。系统，给我汇报一下今日收获。恭喜宿主，共有29位村民上香，香火加29。这香火可是个好东西啊，道门能不能发扬光大，全在这香火之上。道长，又见面了。看二位居士的样子，应该恢复的差不多了吧？还是多亏了道长。是啊，如果不是道长，昨天我和妍妍说不定已经遭遇意外了。哎，二位居士不必如此，昨日张居士上香便是善举，这一饮一啄皆是定数。道长，这是我们的心意，请你一定收下。那这就当作是二位的香火钱吧。好的，道长，那我们现在就去上香，然后下山。两位居士随意即可。随意。恭喜宿主获得信徒1人，香火加5，当前共计香火34。由于信徒虔诚，特奖励宿主10根通阴香。通阴香是什么呀？通阴香是一种能沟通阴司鬼差的香，点燃通阴香可开启阴司之路，
搭配通幽之术，可接引阴差到来。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，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派上用场。系统，我现在已经学会老头子之前留给我的金光咒了。哎，那我算不算已经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修者了？正不正经我不知道，不过是修者倒是真的。恭喜宿主突破炼气第1层，正式踏足仙途，祝宿主仙道永昌。这么大的事儿，就没有点什么小奖励？系统发放境界突破礼包，以后宿主每突破一次境界，都会给一次礼包奖励。哪里？奖励武器铸造1次，宿主可以自行选择类别。奖励百画法衣1件，可随心所欲变换样式。奖励浮尘1把，功能洁净术。奖励十方鞋1双，功能缩地成寸。哎呦，没想到系统你也有这么慷慨的一天啊！靠谱啊，亲人！请宿主选择武器锻造方向。剑根据宿主需求，系统已开始定制，定制时间12小时。哎呀，可惜啊，就是老头子走得太匆忙了，要不然也能让他看看我现在的变化。得亏那位大佬不在这儿，但凡你能让他省心，也没我什么事儿了。系统，打开商城，让我看看都有什么好东西。炼气丹10香火，服用可立即提升1层炼气修为。五雷符3香火，对邪祟有较大的杀伤力。定身符6香火，可以限制对方1刻钟行动力。先来一颗炼气丹，让我看看怎么个事儿。我这就突破到炼气2层了，果然还得是系统啊！居家摆烂，外出摸鱼必备神器。救命啊！大师救救我！有恶客上门，请宿主做好战斗准备。能被系统定义为恶客，这是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？这位居士，何故这般无礼，敲我道观大门？黑云盖顶，大凶之相，怪不得系统直接贴上了恶客的标签。祖师保佑，祖师救我！我还年轻，我还不想死啊！还是个大户，出手还真是阔绰，看来是个信徒。这样的人，系统怎么能定义成恶客呢？这位居士慌慌张张的，不知所谓何事啊！道长救命啊！有人，不对，有邪祟想要我的命啊！居士不必慌张，有事慢慢说。道长，我叫黄三，是北边黄山村的人。大概是10天前，我遇到了一件怪事。那一天，我和朋友喝酒，回去的路上已经是深夜，不知怎么的，我就走到了乱葬岗，然后我就看到地上有很多的钱，这么多钱。我黄三运气是真好，出门喝个酒都能捡到钱。这年头谁还信这个？我本来以为只是恶作剧，可是没想到真的有邪祟想要我的命啊！等等，这位居士，你刚刚是不是往功德箱里塞钱了？我本来就无福消受这个钱，我想着那邪祟总不至于找道家祖师索命吧。道长，我知道我办的事儿不是东西，但是我没办法，不这么做我死了呀。你托人办小事还知道走后门，求神办大事你直接祸水东引啊你！求神办大事你直接祸水东引啊你！你真是个人才，这些我都可以不计较，但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不说实话，不合适吧？道长，我发誓我没不老实，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。你刚刚说你是10天前遇到的，7天后索命，那这3天你是怎么度过的？
道长，这个我可以解释。大概是我捡到信封的第2天，我就开始做噩梦，梦里有一个红衣女人站在我的床头，对我说了声7。我刚开始没当回事儿，我以为是我喝多了，可是没想到第2天她又来了，还对我说了声6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害怕了，我就到了寺庙里，我就求佛祖保佑。佛祖没保佑你？保了，没保住，那住持就保了我4天。等到大概第6天的时候，那个女人又出现在我梦里，对我说2。连住持都干不过那个邪祟，看来还真是个恶客，坑完和尚坑贫道。更可恨的是，那和尚还打不过，那我就能干得过吗？妈的，平时不上香，出了事就让贫道扛。宿主，你是修行中人，怎么能动不动就骂人呢？傻了吧？我修道的，道家讲究顺心意，他不干人事儿，是他造孽。我骂他是为他消除业障，还能这么解释？那是当然。啊，你接着说。住持确实打不过那个邪祟，还特意请来了高人。高人？什么样的高人？大概是第7天，来了2个穿着黑色制服的人，说是有关部门，让我安心待着，剩下的交给他们。那天晚上确实是没出什么状况，可是第2天，他们突然跟我说，他们也打不过那个邪祟，还说那个邪祟是红衣，厉害得很，他们只能请教上级领导。那你知不知道他们是什么部门？我只记得他们衣服上有一个徽章，上面写着2个字：镇魔。镇魔？那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？他们说先送我回家，会再派人保护我。可是我路过这儿的时候，我捡到那个买命钱的信封，突然就开始发烫。我一打听周围，知道这儿有个道观，我就来了。突然发烫。任务发布：红衣邪祟为祸一方，宿主当除魔卫道，击杀邪祟。任务时间不限，任务奖励随机。系统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才练习2层，你就认搞红衣邪祟？你是不是巴不得我早点死，然后继承我的道观？宿主，你不用这么小声，我们对话外人听不到。这是重点吗？重点是你能不能靠点谱啊？超标任务也就算了，连奖励都是随机的，你能不能当个人呢你？除魔卫道不是修行之人该做的吗？我道家讲究道法自然，此事与本道无缘。宿主，你有系统啊，系统里面的五雷符多的是，你确定不考虑考虑弄死一个红衣？功德可是不少的。这事儿贫道管了，你今晚就在观里待着，就在祖师爷旁边坐着，剩下的交给贫道。多谢道长，多谢道长。不必客气，除魔卫道是我辈修士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哼，道长大义啊！我黄三只要今天能活下去，我以后必定上香礼道。居士不必客气，你且在这歇着，贫道去准备准备。系统，你确定没骗我？这五雷符真的管用？你不是说此事与你无缘吗？什么话？什么话？我乃修道之人，遇到邪祟不除，我道心不稳。你继续装，我就静静的看着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说正经的，除了这五雷符，我可就会师傅留给我的金光咒了。你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保命的手段？你的剑已经打造好了，根据你的指令，剑鸣七星。不错不错，不愧是老君用过的剑。虽然你给我的只是仿版，不过也够唬人了。行了，你下去吧，我现在有底气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这邪祟也该来了。道长，快0点了，你扛不扛得住啊？居士放心，有我在。虽然你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但好歹也没做过恶事，我自然不能看那邪祟伤了你。
道长，他来了！这是真神仙。居士，哪有什么神仙？要相信科学。贫道不过是略懂一些驱魔的手段罢了。天地玄宗，万气本根，广修万劫，众无神通。大胆妖孽，贫道面前还敢班门弄斧！大胆妖孽，贫道面前也敢班门弄斧！臭道士竟敢多管闲事！他既然收了我的钱，那就得乖乖把命交出来。少说废话！你的钱现在在我祖师爷的功德箱里，你找谁索命啊？找我呀，还是找我们家祖师爷啊？臭道士，我不想与你为敌。只要你把人交出来，我转头就走。道长，万万不能放了这红衣邪祟啊！在下李毅，清河市镇魔司第1小队队长，今日也是为了这个女鬼而来。不知道长道号是？林渊，道号就不必再提了。你们当我死了吗？你不就是死了吗？那你也得给我死！哎，等会儿，他也是来拿你的，你打我不打他，怎么瞧不起我是不是？这么弱，不是红衣邪祟吗？我看你怨气冲天的，怎么被我一剑就解决掉了？这个邪祟比较特殊，严格意义上讲，它就不是真正的红衣邪祟。此话怎讲？根据镇魔司调查，此女名叫周潇，阴年阴月阴日出生，后来被拐卖到荒村。这么说，她也是受害者了？可以这么说，她在荒村确实比较苦，后来不甘凌辱，穿着一身红衣，在去年7月15自杀了。怪不得我看她怨气冲天的，这怕是听信了传说，还故意穿了一身红衣自杀。哎，我也挺同情她的，但职务在身，没办法，只能把她拿下。触发选择任务，选项1，直接击杀周潇，奖励终极抽奖1次；选项2，送周潇入轮回，是非功过由阴司判决，奖励通幽之术。如果宿主选择2，奖励可以提前领取。贫道最见不得有人蒙冤，所以我选择2。你确定你不是因为通幽之术才选择的2？什么话？我林渊一身正气，清玄观观主，怎么可能胡乱出手？即便是邪祟遭遇不公，我也要替他们伸张正义。这个就叫做正义之心。要不是我看到你的目光一直停留在通幽之术上，我就信了你的鬼话。道长，这一次就多谢了，剩下的交给我们就行啊。哎，且慢！贫道今日心善，饶你一命。你不杀我？不是，道长可不能心慈手软，这可是邪祟。贫道只是说不杀他，又没有说不处理他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可是邪祟啊！难道说这道士修的是邪门，对邪祟感兴趣？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本道一心修道，怎么会有那种不良爱好？那你想干什么？贫道今日心善，送你去轮回。通阴相起，清阴阳，通幽绝念，黄泉荡，阴阳交界，开玄路，阴司鬼差，速写正。太上老君急其如律令。鬼差见过道长，敢问道长叫我们上来所为何事？啊，小事儿，叫二位前来呢，主要是为了这红衣邪祟。这个好说，若无其他事呢，我们就带这只邪祟回阴司去了。哎，稍等，两位跑了一趟，这些就当是贫道的一点心意。道长讲究。哦，对了，这
道长，你这太客气了，下次不要这样了。哎，此言差矣，都是自家兄弟，怎么能让你们白跑一趟？道长一看就是性情中人，你这朋友我交定了，以后但凡遇到什么事儿，我随叫随到。这是我祭炼过的阴石，以后你点根香，我就能感知到，第一时间到场。哎呀，好说好说。不过呀，这红衣邪祟也是个苦命人，阴司审判的时候可以看一下他是否为恶，再做审判。既然道长都开口了，这事儿我会跟上面提一下。若无其他事呢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道长，遇到事记得打招呼啊。再见。道长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什么？你跟那阴司鬼差是不是很熟？不熟啊，我也是第一次请他们来办事儿啊。那就奇怪了，我们镇魔司也招过他们，他们上来完全不听使唤。你们也有这样的手段？哎，那你们是怎么做的？问你啊，有时候还会失败，经常失败。李队长，你就拿这个考验阴司的鬼差啊？自己悟吧。居士，你的麻烦贫道已经帮你解决了。多谢道长，多谢道长。那是不是彻底解决了？当然，这邪祟已经被我送去轮回了，自然不会再来找你的麻烦。多谢道长救命之恩。哎，居士不必客气，你既然找到这里，便是你我的缘分。还请居士以后啊，不要被贪念蒙蔽，招惹无妄之灾就好。一定，一定。好了，你去后院的柴房休息一会儿吧，天亮以后就可以下山。好。李队长还没走啊？确实有点事儿。道长不知道愿不愿意加入我们镇魔司？不愿意。那就好，那我们你说啥？贫道乃山野之人，逍遥自在惯了，就不加入了。贫道乃是山野之人，逍遥自在惯了，就不加入了。那还挺可惜的。这是我的名片，如果以后你改变主意了，给我打电话。贫道还真有一事不解，我观李队长身上并无灵气，不知你是如何对付邪祟的？这个啊，我的确没有灵气，我能战胜一些邪祟，全靠这个。嘿嘿。你好大的胆子，敢在我的道观里召唤邪祟！道长，请慢，这可不是邪祟，这是灵。这是我签订契约的灵。我们供养他们，他们寄生在我们身上，就可以借助一些他们的力量。系统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他倒是没骗你，这一只灵身上有些许功德，看样子是没有做过什么恶事。放着光明正大的路不走，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来获取力量呢？虽未作恶，但也扰乱了阴司轮回。而且像这样窃取的力量越多，你受到的反噬越强，日后的结局必然凄惨。道长，你这就有点何不食肉糜了。世上不是所有的人都跟道长一样有这样的天赋，走光明大道。像我们这种没有天赋的，想要成就一番事业，那怎么办？只能走一些歪门邪道了。也没有人跟你一样有这么大的靠山，连本系统都能截胡。抱歉，贫道言重了，李队长不要见怪。道长言重了，道长能这么理解，我已经是感恩戴德了。更何况拥有这种力量，斩除邪祟，拯救更多平凡人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你的意思是，现在外面邪祟作乱的事情有很多？自从20-30年前吧，七星连珠以后，越来越多。阴司不管吗？邪祟害人只是一方面，现在山精野怪也是多了去了。这些精怪获得力量之后，就开始为祸一方。我们镇魔司最大的对手就是他们。道长，虽然你不愿意加入镇魔司，但我看道长的行事还是光明磊落的。如果哪一天我们遇到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还请道长伸出援助之手。这个自然可以。道长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系统，人都走完了，赶紧出来分赃啊！恭喜司主完成任务，获得随机奖励冰心玉。冰心玉，某位大佬制作桌子剩余的边角料。不是我说，系统你是不是有点太随意了？不是不知名，就是某位，
怎么是你档次不够？有名有姓的东西你搞不来是吗？你懂什么啊？要不是这玩意儿来头太大，我怕吓到你，我至于这么费尽心机的隐藏啊？好，你说的对，那你倒是跟我说说，这玩意儿能有什么用？冰心玉可以让人宁心静气，增加修炼速度。真的假的？真有你说的那么神？系统出品，必属精品。系统，你这次总算给我点好东西。这才1个晚上，我就到炼气4层了。那是自然。快看，这有个道长在练剑。慢慢，小声点，道长在练剑，我们不要打扰到他。知道了，莹莹。但是这个道长好帅啊！诸位居士来此何事？打扰道长了，我们是清河市摄影系的学生，就住在山下张大爷家。张大爷说这里道观还挺好看的，我们今天上山就是为了采景，还是一些作业。至于他，你别在意，他就是一个花痴。无妨，不过你们可要安静一点，毕竟这里供奉着祖师爷呢。多谢道长，我们肯定不会给您添麻烦的。同学们，道长同意了，大家快去拍吧。好，快！大家注意一点，不要给道长添麻烦。麻烦你了，道长。这道馆也不旧了，一看就是刚装修的，不知道坑骗了多少人的钱啊！孙小川，你给我闭嘴，别在这胡说八道。好好的，我招谁惹谁了？老祖宗传下来的，怎么就变成我骗人了？世人多误我呀！我可没有瞎说啊！你们看看这大殿内的摆设和木材，这都是些红木，你们想想，这得花多少钱？来的时候不是都问过了吗？这道观几百年历史了，一代传一代的，有些红木怎么了？那也是一代代行骗下来的。真是给你脸了，骂老子头上了，不能忍。对，不能忍。诸位居士，要拍照就快一些，拍完了以后就赶紧下山去吧。你能拍就拍，不能拍就闭嘴。就是，都给道长惹生气了。道长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就上炷香来表达歉意。道长，香火多少钱？10块。10块？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觉得太便宜了。请便吧。收集到2名香客上香，香火加8。他们还真信？在刚刚上香的那一刻，他们是信的，那就行了。道长，我们作业已经拍完了，就先行离开了。居士慢走。都怪你这个臭道士，等着，待会儿就撕了你的伪装。我感觉那小子不怀好意，肯定还会挑事儿的。我已经看到了他的未来，他会自食恶果的。你还别说，这个道长真帅啊，搞得我都想出家当尼姑了。就是不知道这道观要不要？看你那花痴样啊！他长得帅啊！贱人，真是贱人！一个臭道士都能让你这么着迷。曼曼，之前我早就提醒过你，这道士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，你们怎么还上香呢？孙小川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对道长有意见，他哪里像骗子了？他一炷香只要10块钱，哪里骗人了？对啊，从头到尾道长都没有要求过我们上香啊，都是我们自愿的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就相信他就是个骗子。不信我们现在回去让他给我算命，他肯定想尽办法骗钱。回去就回去，莹莹，我们走。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万物之母。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你有没有礼貌？不能等人读完吗？就是。哎，莹莹，你快看！这怎么可能？难道这道长是仙人？障眼法而已，说不定那些就是他自己养的。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；
圣人之道，畏而不争。恭喜宿主人前险胜一次，获得72术之一斩妖。斩妖术对山精野怪具有极大杀伤力，法诀一起，无妖不惊。我昨天才知道山精野怪，今天就给我斩妖术，这是让我在斩妖除魔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呀！道长，你刚刚在诵经时连小动物都跪拜，你是神仙吗？哪有什么神仙啊，只不过我平常在道观里喂养他们，而他们也经常过来吧。你看啊，刚才我就这么说，肯定是他自己养的。几位居士不是下山去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当然是为了拆穿你。曼曼，你不是不信吗？让他算。道长，你能帮我算一下吗？可以，不过我给居士算完以后，还请赶紧下山去。那我需要说我的生辰八字吗？不用，我一看便知。居士生在小康家庭，虽算不上大富大贵，不过20多年以来也算是顺风顺水，衣食无忧。不过这上了大学以后，情况就不太好。对，道长说的没错，可有破解之法。你接下来是不是想说，想要破解就要花大价钱喽？你的这些把戏我早就看穿了，你就是一个招摇撞骗的骗子。你想的也太多了吧？我摇头的意思是根本不需要破解，只需要脚踏实地，一切都会好的。另外，居士，贫道再送你一句话。什么？人无伤虎意，虎有害人心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他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是真看出了什么？不，我不相信。你别以为你这么说就能改变你是骗子的事实，有种你跟我算。这位居士面膛发黑，双眼赤红，妒火灼心，今日恐有血光之灾，如果不能及时悔改，还会有牢狱之灾。好你个臭道士，你敢诅咒我！司小川，你到底想干嘛？狗屁道观，狗屁道士！呸！事不过三，既然说道法你不听，那贫道刚好也略通一些拳脚。司小川，道长说的果然没错，你今天就是有血光之灾。你又泄露天机了？什么天机啊？守护天机难道就是看着无辜者受害，看着施暴者得逞吗？那这样的话，修行还有什么意义啊？你也就仗着背景深厚，换个人现在早就挨雷劈了。我也没有泄露天机啊，就算是我不提醒，那小姑娘也不会有事啊。毕竟她可是住在张大爷家的，张大爷那可是宝刀未老啊。今天的小道士好帅呀，偷拍都这么帅，有一种浑然天成的感觉。曼曼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就是专门给你道歉的。今天上午是我态度不好。你跟我道歉有什么用？你应该跟道长道歉。贱人，张嘴闭嘴就是道长道长。本来老子还在犹豫，现在老子必须办了你。啊，对，你说的都对。我明天早上就上山给道长道歉。啊，对了，天气热，我给你买了饮料。喝，赶紧喝！只要你喝了，今儿晚上就是我的了。曼曼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不喝？他怎么一直执迷于让我喝饮料？难道……你想的也太多了吧？我摇头的意思是根本不需要破解，只需要脚踏实地，一切都会好的。另外，居士，贫道再送你一句话。什么？人无伤虎意，虎有害人心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我不喝冷饮，爷爷一会儿回来会给我带。我特意给你买的饮料，你怎么都不喝呢？司小川，你想干什么？奶奶的，这么好的饮料，你怎么不喝呢？你要是喝了，我还能对你温柔一些。现在我只能强来了。
开我，孙小晨，你放开我！妈妈，别挣扎了，我就是看你魏莹出去，我才专门过来，没人救得了你。天宇，你来了，快救我！救命啊！你敢耍我？你什么？你是跑不掉了？你再这样大喊大叫，明天你的名声可就全没了。孙小川道长说的果然没错，我一定会把你送进牢里的。那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。孙小川，你放开我！孙小川，你放开我！孙小川，别怕，姑娘，有大爷在，今天没有这小子好果子吃。老头，你敢管老子的闲事儿？本来我今天晚上只想要这个女人，现在你既然看见了，那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。大爷，你快走吧，别再因为我的事害了你。哼，小丫头，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什么话？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！我去！你小王八羔子，你欺负女同志，小王八蛋，让你管不住自己下半身，就是你不会做人。这大爷好猛啊！大爷，别打了，我错了啊！大爷，别打了，再打就出人命了。姑娘，把我的拐杖捡过来。哎，人老了，这一动啊，浑身都疼。大爷，你刚刚那几下太厉害了吧，像个绝世高手一样。跟你说了，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。喂，大山呐，刚才有个小王八蛋想要欺负姑娘，被我放倒了。你过来瞅瞅。对了，一会儿你过来的时候啊，不要开警笛，不然传出去啊，对人家姑娘名声不好。好了，姑娘别怕，我已经给执法队啊打过电话了。大爷，谢谢你。嗨，谢什么？老头子我呀是战争年代过来的，我最看不惯那些欺男霸女的恶棍。大爷，你太厉害了！不要报警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发誓，我以后一定离你远远的。我看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自己要进去了。不，妈妈，我还是大学生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你会害我一辈子的。闭嘴吧你！大学生怎么了？连怎么做人都不会，大学生有个屁用！就是道长白天就说过了，你有血光之灾，你不听，挨揍了2次；说你有牢狱之灾，你也不听，还经常上的，我看你就是咎由自取。很好，事情已经解决了，一个只有坏人受伤的事件达成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当然是神机妙算。老张头，群众里面有坏人，晚上注意点。拿下，断了3根肋骨，已经送了进去。你的天机神算已经这么厉害了吗？这可能就是一种天赋吧。难道这小子还真是一个天才？也对，不然也不可能被那一位收为徒弟。这练气也没什么难的，这才1个月，我都已经到练气圆满了。哎，系统，我现在感觉我的气还已经满了，是不是可以突破筑基了？如果你将来想取得更高成就，这边建议你不要突破。什么意思啊？筑基也分3、6、9等的，筑基的层次越高，越有可能得到大机缘。展开说说。筑基可分为天地玄黄4种筑基层次，你可以简简单单用香火购买1枚筑基丹，完成黄品筑基，也可以从我这边领取任务，完成之后就能天品筑基，看你自己选择喽。完成1个任务就能天品筑基，我怎么这么不信呢？什么话？人与系统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呢？行，那我就信你一次。恭喜宿主选择功德筑基，现发布系统任务：入世修行100日筑基。1. 宿主需要行走世间，传道100人，完成即可功德筑基。2. 宿主需要行走世间，镇压邪祟100，2个任务可同时进行，只要1个达成条件，宿主都算完成任务。
就是不管怎么说，我都必须入世修行，行走人间呗。当然，只有入世才能在红尘中感悟大道。怎么样，这个任务是不是很简单？我信你个鬼！你个小系统坏得很。好阴冷的气息，这个村子有古怪啊。这里被布置了风水局，导致这里阴气浓郁。十里锁阴局，竟是十里锁阴局。现在正值盛夏，这里的阴气还是让我感觉有些冰凉。要是普通人在这里走上一遭，轻则大病，重则丧命。到底是什么人在这里布置这样的阵法？这不是道长吗？哎，道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局势气色不错，看来最近没做什么离心离德的事情。不敢，不敢。我经历了那样的事儿，现在我黄三只想做个好人。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道长，这不是说话地儿，跟我走，去我家说。走。道长，您快请坐。媳妇儿，出来一下。我跟你说，这就是救了我命的道长。道长，俺真的太感激你了，要不是你，俺当家的可能就没命了。哎，居士不必多礼。行了，道长是修道之人，他肯定不会在乎这个。你呢，去做点好吃的，顺便再杀只鸡，好好招待一下道长。行，你跟道长好好聊聊，我去做饭。坐坐坐。道长，您怎么想起来到这儿来了？出来云游一番，路过村子的时候发现不对劲，就过来看看。道长真神了，路过就能看出来不对劲。道长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村子里真出事了。仔细讲讲。还不是黄森那家，那家从上到下没一个好东西，干的尽是缺德事。能让你一个敢往祖师爷的功德箱里扔买命钱的人都说缺德，那他们干的事儿应该比我想象的还要过分。展开说说。我跟你说，这事儿还是我来说吧。黄老，你咋来了？快请坐。老人家是出马的。道长好眼力，小老儿学了个皮毛，倒是道长一身仙风道骨，小老儿是拍马莫及。老人家说笑了，看您的神色，应该对村子里发生的事情很熟悉吧？那您知不知道这村外的风水局是从何而来？十里锁阴，封魂锁魄，永不超生，这是什么仇什么怨才会布置如此阴狠的风水局啊？这锁阴阵锁的是一名女子，这女子死后怨气不散，化成了怨灵，害人性命。后面才有人请来了道士，布置了这风水局。触发任务，请宿主清理10里桃林的怨气，超度冤魂，送阴司轮回。系统根据宿主完成度发放奖励。系统，你不地道啊！什么意思啊？我跟你心贴心，你跟我玩脑筋啊！不懂，不问，不听。老人家，这就是您的不对了吧？您想请我帮忙，总得拿出点诚意来，总不能只说怨气，不说那女子的怨气从何而来的吧？黄老，都这个时候了，您还遮掩什么？黄老，就他们家干的事儿，您还替他遮掩？你不说，我可要说了。还记得那是我捡到买命钱的当天晚上，我本来捡到钱还挺高兴的，所以人精神头也足。路过他们家的时候啊，我恰巧看见那一幕。王林，你就是我们老黄家买来传宗接代的，我不行就让我俩兄弟上，你有什么不愿意的？小贱蹄子，还敢自杀，反了你了！老二，今天晚上你来，明天晚上老三来，无论如何都要为我们老黄家留下一个种。当时啊，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只想着自己捡了钱，就没管这档子事儿。现在想想，如果当时我要是过去说上那么一两句，可能就不是这么个结果。罪不在你，一切皆有定数。接下来呢？
王森一家简直不是东西，做出了那种毫无人性的事，弄得那个女人不堪受辱，最后自杀了。人心之恶，甚于妖魔。这样的人，也值得你花费心思去救。你家的仙就是这么教你做事的。道长误会，我自然不是为了帮助他们，我是……还说不是？爷爷是好人。道长，黄老确实是好人。道长误会了，我请人布置阵法，不是为了帮助他们，我是担心那女子怨气太重，牵连了无辜的人。至于黄森一家，我已经准备让人去救执法队了，让他们为自己做的孽付出代价。你说的对，他们都是自作孽不可活，不管是人间的律法还是阴司的审判，他们都逃不掉。这事儿贫道管了。这位三魂缺一，七魄圣武，天生的赤阳命，能镇邪祟守平安，是这里的守村人吧？不错，是我对不起大宝，为了稳住那怨灵，让大宝付出的太多了。他确实付出的太多，人身3道火，他已经灭了2道，全是替人挡了灾吧。唉，那怨灵身边还跟了个婴儿，怕是死了的时候就已经怀孕了，所以怨气才那么重。小老二也是无计可施，才让大宝晚上去拖住他，不然这个村子恐怕已经遭了难了。是啊，大姐姐和小妹妹每天晚上都来找大宝玩，那个小妹妹还会跑，还会笑，就是笑得有些吓人。这么说来，他们还真是该死。道长，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不就是母子煞吗？有什么困难的？实不相瞒，这事背后可能与我请来的道士有关。什么意思？我本意是让他镇压怨灵的，没想到那道士心怀不轨，想利用这对母子修炼邪法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一切都是人为操控的？我问了我们家仙人，说那道士豢养了很多凶灵，如今就是想控制这对母子煞。假借修道之名，行诡异伎俩，这些人更是该死。今晚贫道就去会会他们。嘿，嘿，哈哈哈，成了！子母追魂煞终于快要成了，成了之后，我的实力肯定会大增。可惜你等不到了，贫道今晚就要替天行道。你是何人？竟然敢管本道爷的好事，想找死吗？我是来收你的。嘿嘿嘿，毛都没长齐的小子，口气倒是不小。正好，我这边还缺一个血祭的材料，一个小道士的血，刚刚好。哼，就用你的血来寄养我的子母双魂煞。嘿。天地玄宗，万气本根，广修万劫，正无虚空。金光咒，这么年轻怎么会金光咒？你是哪一派的传人？道门正统，拜的是3清祖师，反正肯定比你这个野道士来历正。诛邪！这，恭喜宗主斩杀邪灵，完成任务进度1%，功德加1。差点忘了这个任务，现在怎么看着野道士有点可爱了呢？这不妥妥送财童子吗？宿主，请注意你的立场。安心，我林渊和邪恶不共戴天。你怎么知道我正在四处寻找邪灵啊？还有吗？再来一个，这根本就不够我杀的。混账，竟敢看不起我，看你能杀几个！嘿，起！去！啊！恭喜宿主斩杀3头恶鬼，任务完成度4%，功德加3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？你叫的这么厉害，难道只有4个邪灵？我还以为你养了180个呢。你欺人太甚！你要是没有别的手段，就别怪我不给你机会了。今天，贫道就替天行道。你找死，我就成全你。虽然子母双魂煞还没有成功，对付你绝对是绰绰有余。
只要我召唤了他们，等待你的只有死路一条。我不信，你今天我来就是为了那怨灵和鬼婴来的，有本事你就把他们叫出来，看看我灭不灭你就完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既然你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嘿，你，给我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宿主，任务目标出现。看来不能用七星剑了，万一不小心把他们给弄得魂飞魄散，任务就搞不定了。天地玄宗，万气本根，广修万劫，震无神通，金光咒，起去！叫什么叫？给我闭嘴！鬼母一笑，生死难料。你摊上大事了，这就是你多管闲事的下场。是吗？人，哼，笑呀，再笑一个我看看呢。还想走？你嘴那么硬，怎么这么不抗揍呢？谁？滚出来！道长别急，我是好的，我是跟你一边的。你是黄老头的地马？对对对，看着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啊。是黄老头让你来的？是啊，可我看道长神威，根本不需要我帮忙啊。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等会儿。道长，你还有什么吩咐？你放心，规矩我懂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以后要走漏了风声，你再来灭口。谁说要灭你的口了？你在这待着，一会儿还有事吩咐你呢。好的，好的。大半夜的，谁呀？是我，林渊。我在这儿逮到了一个养邪灵的野道士，你赶紧过来处理一下吧。地址我马上发给你。我这就安排。不过道长，你千万要小心，很危险的。是得要快点，不然我怕他撑不到天亮。一会儿真魔司的人就来了，你在这等着，别让这个野道士跑了。道长，这不太好吧？我这身份跟镇魔司的人打交道。没事儿，你就跟他们说你是我的人就行了。好吧。接下来是重头戏，只有让他们轮回，清理怨气，获得任务才算是成功。别怕，我不是来伤害你们的，谁让你们刚才跟我对着干？我先帮你们解除野道士的束缚。太上台星，应验无停，驱邪附魅，保命护身，智慧明镜，心事安宁，三魂永久，祸无丧亲。吃！我这是怎么了？你死了。是啊，我死了，我被他们害死了。你不是自杀的？不是，他们三兄弟对我行出生不如的事，我本想一死了之，可是我发现自己怀孕了，想让这个孩子看看世界，不知道怎么的，他们发现这个孩子是个女孩，逼我喝下堕胎药，没想到连我自己也死了。放心，在送你去轮回之前，我会让他们得到审判的。通阴相起，清烟阳，同幽绝念，黄泉荡，阴阳交界，开玄路，阴司鬼差，速显彰。太上老君，急其如律令。兄弟，今日不见，甚是想念啊，想死我了，来帮我！别这样啊，人鬼殊途。这次叫二位前来呢，是为了这对母女。二位可别吓到人家。其实呢，他也是苦命人。事情是这样的。唉，人间有一句话说的真好。什么话？人知鬼恐怖，鬼知人心毒。这种货色就不能称为人。没错，所以我准备让他亲眼看到那些施暴者受到阴司的惩罚。这不好吧？毕竟他们还是生者，这么做是坏了规矩。其实呢，我是想让二位用阴司的手段惩罚一下他们。真正审判他们的还是阳间的律法。
要是二位觉得难办，那不然就算了。能办。我带他们走一遍梦中受罚，尝一遍阴司刑罚。哎，二位果然是性情中人，我林渊没有认错两位兄弟。我们真的错了，饶了我吧！哥救我，我不要下油锅。现在阴司的惩罚他们已经受过了，等天亮了，会有执法队的人去审判他们，你也算大仇得报了。谢谢道长，谢谢道长。现在我再送你一桩机缘。这是母子绳，将你们母子联系在一起，来世你们依旧可以成为母子，弥补今生的遗憾。多谢道长，多谢道长。好了，我也该送你们去轮回了。太上敕令，超辱孤魂鬼魅，一切四生沾恩。往生咒会念的人不少，但能引起两界感知的可不多。看来这道士来历不浅，以后还是要好好恭维才是。赤赤等众，极其超生；赤赤等众，极其超生。还请二位路上多照顾。我们办事儿，你放心，靠谱，靠谱。走了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完成度100%，奖励天罡36法之呼风唤雨，奖励宿主传承符箓从入门到入土，奖励宿主功德50点，业力25点。这次给的奖励居然这么多！那是当然，本系统还是很靠谱的。下面为宿主传输获得的奖励。系统特别提示：宿主当前实力低微，神通使用会消费神魂，请谨慎使用。另，宿主筑基任务已完成4个邪灵，请宿主再接再厉。唉，想要完美筑基还是很有难度的。要是来一波大的，一次性完成任务就好了。林道长，你没事吧？你可算来了，你要再不来啊，恐怕我都忍不住亲自收了这野道了。道长好手段啊！看现场的战斗痕迹，似乎用了雷法。可是道长所为，略懂一二。太好了，道长，我这儿还有一个麻烦，烦请道长帮忙解决一下呗。道长放心啊，我不会让你来白帮忙，我会支付大量的酬劳的。什么麻烦？就一片国战老区中，出现了一些小日子还不错的山精野怪，我们的人处理起来比较麻烦，所以就不用说了，这活贫道接了。啊，钱不钱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贫道爱国呀。那可是刻在我基因里的。你要是说别的事儿，我不感兴趣，但要是打小日子过得不错的，那我林渊干到底。道长这么嫉恶如仇吗？什么话什么话？爱国这种事情，贫道不讲道理的。我怀疑宿主是看中了邪灵的任务。瞎说，我林渊像那种人吗？不是像，本来就是。胡说八道，贫道岂是那种肤浅之人？正愁不知道去哪儿找大量邪灵呢，而且还是小日子过得不错的，这下连渡人经都用不着了，直接用雷法超度了他们。啊，还看什么？咱们赶紧走吧，贫道的爱国之心已经压制不住了。林道长是不是太着急了？我们还要准备3天呢。行吧行吧，可怜我这全爱国之心了。大爷，这儿是不是没我什么事儿了？我能走了吗？呀，差点把你给忘了。喏，赏你的啊！这可是好东西，你试试。不错，确实是好东西。道长，你看我像人还是像神啊？道长，你看我像人还是像神？你疯了吧？你跟我讨风？这家伙真有，古往今来敢跟道士讨风的黄皮子，他也是第一个了。道长，我没忍住。没关系，既然你向我讨风，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。真的吗？那道长，你看我像什么？我觉得你像贫道坐下，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，任劳任怨，不辞辛苦的小道童。道长，你坑我！哎，我这可是给你造化。哎呦，痒，有点痒。道长，我成了，我竟然直接化成形了。化形算什么呀？跟着贫道混，也算是混进编制里了。贫道可是道门正统。这
宿主也太胡闹了！身为那位的徒弟，他的道统岂不是辈分要高到天上去？道长厉害呀！寻常皇家仙讨封成功，也是山精野怪。道长倒好，直接助其化成人形，排住了道门。主要是听话，身上又没有业障，要是为过恶，我也不会收下他。既然我跟你敕封了，以后你就跟我混吧。观众放心，小皇我一定鞍前马后。对了，李队长，不知可否准备些朱砂，贫道好为3日后的大战做准备。好，没问题。道长，你早说呀，不会影响后面战斗的。无需多言，贫道的爱国之心像烈火一样熊熊燃烧。我们走吧，我都等不及了。李队，出事了！这里出现了结界，很多兄弟都被困在里面。好端端的怎么会出现结界？我也不知道。不过在结界出现之前，我们看到了阴阳师的身影。阴阳师？小日子的阴阳师？这是林道长我请的外援，有话直说。我怀疑这是个阴谋，可能是阴阳师想要完成某种祭祀，一旦让他们成功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应该没有这么严重吧？有，这里的结界正在不断变化。按照这个趋势，只要3个小时，这里的地脉就会不断崩塌，形成真正的鬼域。如果他们真的在进行什么祭祀，很有可能被他们弄出什么奇怪的东西。红鸾，快向上级镇魔司申请支援。是。林道长，不会真的有这么严重吧？比我说的还要严重。李队长，你带人守着外围，我去看看。哎，道长，还是在这里等外援吧。不行，李队长，这里的情况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，一个处理不好会扰乱阴司秩序，会引发大灾难。我们什么都不做吗？做。上报天师，请天师出战。检测到宿主进入高危场景，为了防止宿主嘎掉，系统消耗香火，为宿主开启了临时权限天眼和脸息。系统，这有什么用啊？天眼可帮助宿主扫描诡异场景，方便宿主寻找和定位。脸息能帮助宿主遮掩自身的气息，只要不是高出宿主几个大境界，都不能发现宿主的气息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害得我提心吊胆的。想不到你也有怕的时候。实话实说，我怕得要死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进来？有些事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。怪不得那位愿意收他做徒弟，这份心性就胜过许多仙神。系统，打开天眼。系统，这么多绿点和红点是什么意思啊？绿点代表的是人类修者，红点代表的是邪灵。这么说，是有人想把邪灵聚在一起，看来这些人想搞的事情不小啊。算了，先把这些人送出去，其他的以后再说。队长，不行了，给我撑住！等会儿我会自爆，用我全部的力量破开鬼域，到时候你们就趁机出去。不行啊，队长，就算我出去了，我也不一定能活下来，还是我来吧。别废话，这是命令。别争了，就算你们都自爆，也破不开这鬼域，你们的实力不够。待会儿我送你们出去，不过在此之前，你们要先给我说明一下情况。不知前辈是……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我是李毅请来的外援，等你出去以后，自然就会明白。原来如此，那不知前辈想知道什么？里面的那些阴阳师是从哪儿来的？他们想干什么？道长，里面的阴阳师是小日子的九局一脉，他们简直就是狼子野心，竟然想通过这个鬼域污染地脉，释放古战场中所有的邪灵。如果他们真的成功了，恐怕会给我们大夏带来巨大的灾难。果然和我猜想的一般无二。时代过去这么久了，他们竟然还是想搞事情。只恨我实力不够，根本无法阻止他们。系统，兑换一张小破戒符。宿主消耗15点香火，小破戒符兑换成功。待会儿我用这破戒符打开结界，你们趁这时间赶紧出去。道长，那你呢？我留下来阻止他们。快走！走！不知道我一把天雷过去，能干死多少邪灵。
老师，怎么回事？刚才鬼域似乎被撕开了。我也感觉到了，不过不必在意，可能是镇魔司的人带着什么特殊的道具撕开了鬼域，不会影响我们。当务之急是把邪灵引入祭坛，彻底破坏掉这里的地脉。系统，你说我要是把这祭坛和邪魔给炸了，能不能炸死这2个小日子？哎呀，宿主别作死！你炸了这里，这老东西死不死不一定，但你绝对活不下来。那现在呢？哎呀，现在也不行，金刚符顶多能让你多一点生还的可能。给我换，把我所有的香火都换成防御符咒。你玩真的？那是当然，要是别的时候我还能忍一忍，但现在面对这一国人，我绝对忍不了。兑换成功，所有香火耗尽，为宿主兑换3张高级防御符。现在我有多大的生还可能？55吧。55，够了。本来我想着只要有37我就干，现在55，可以，值得一试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接下来就一个字：干！不枉我前几天花了这么多五雷符，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。我就不信炸不飞你们！缩地成寸，给我开！缩地成寸也派上用场了，加上这些五雷符，我就不信炸不飞你们！八嘎，你是谁？道爷，我是来干翻你们的。今天道爷请你们看烟花，给我破！完了，全完了！老夫精心准备了那么久，全被你个混蛋给破坏了，就连我的徒弟也被你给炸死了！老夫今天要你死，要你死！老东西，一把年纪了还敢来我大夏搞事情，我告诉你，你没死是你运气好。道爷，我要是再强一点，我连你一块带走！我要让你死！系统，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55分吗？他怎么还有这种力量？早就劝过你不要冲动了，你非不听，现在傻了吧？我也没想到他这么厉害。他现在什么境界？已经半步金丹了。那我岂不是死定了？你要让谁死？天师，你还认识我？想好怎么死了吗？我就是要死，我也要拉着你们镇魔司的人陪葬。这么多年，还是这一点手段。八嘎！你们的天师竟然选择了那个混蛋！今天谁也保不住你们，所有人都要陪葬！天师，行了，事儿解决了，这里的战场就交给你们收拾了。我带着这小子去治疗。多谢天师了。你小子不错，生生靠着五雷符把他们的祭坛都炸飞了。还是天师猛啊！林道长更猛，把整个鬼域都摧毁了。要是再厉害一点，天师都不用来了。看来这里就是天师府了。系统，昨天的天师可真猛啊，半步金丹一脚就给踩碎了。还好他够猛，不然现在就没你了。至于他的修为，现在目标人物不在这儿，我也不好分析。那说说任务情况吧。恭喜宿主，镇压邪祟任务已完成，完成度300%，奖励功德1500点，业力120点，奖励天级筑基丹1枚，一次性去临阵一方。等会儿，我干死的不都是邪祟吗？怎么还有业力啊？你用的雷伤到了地脉，这也行？算了，还是先说说筑基的事吧。系统，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天道筑基了？系统这边建议你休养几日再说，免得虚不受补，爆体而亡。道兄，你醒了啊！看道兄的气色已经好了很多，贫道就放心了。多谢道兄。既然道兄没事，就跟我去见见师爷吧。行，正好我也想拜见一下天师。
这小子狠人呐！我看那威力至少砸了几十个五雷符啊！还没筑基就敢这么玩，还没把自己给玩死，这才是那小子让人敬佩的地方。我感受了一下气息，他应该是用了不少防御符，不过这也够疯狂的了，能活下来就是他的造化。要不是他疯狂这一下，那片鬼域要是出了什么幺蛾子，整个大夏百姓都会遭殃。师爷，林道长，我给你带来了。林渊见过天师，小友不必多礼，反倒是你覆灭鬼域，以身入局，贫道应当替天下子民谢谢你才对呀。坐。也不知这老头什么身份，能跟天师一块喝茶。宿主，系统建议你这边低调点，这天师府到处都是高人。有多高啊？你眼前这个老头修为至少是元婴8重，不过修为被他隐藏成了金丹3重。那天师呢？天师更猛，已经是元婴圆满，不过被他隐藏到了金丹5重。怎么坐着不舒服吗？是啊，怎么好好的站起来了？是不喜欢坐着吗？好好的怎么站起来了？是小子唐突了，两位前辈莫怪，莫怪。有意思，小友身上似乎有我看不透的力量。该不会是你的存在被他们两个看穿了吧？宿主放心，凭他们两个的修为，还看不穿本系统。估计是你表现的太明显了。小友在哪座仙山修行啊？师从于谁呀？天师言重了，小子在清河县清玄山清玄观内修行。至于家师，道号道玄。啊，小友坐。是啊，兄弟，你都来了天师府了，还客气干什么？坐着啊。那二位前辈是何意啊？你们也坐呀。我坐着不舒服，坐着不舒服。小友不用管啊，我喜欢站着。系统，这两个老头好奇怪，而且他们是在听到我师尊的道号后才变成了这样。难道说我师尊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，能让这两位都惊着？不可能！别想那么多，说不定是师父指点过他们呢。两位前辈，你们是不是认识我师尊啊？没有，不认识啊。那你们为什么听到他的名号以后变得这么奇怪？小友不要多想，我们只是怕怠慢了你。就是，怎么说这次你也算是功臣，是道门难得的天才，我们当然应该给足够的重视啊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就是这样。小友，我看你炼气圆满，快要突破了。老朽送你一枚筑基丹。这样，你筑基之后，我再送你一件法器。不用了，多谢二位前辈。不过你们说的这些东西啊，我师尊已经给我准备好了。这是我师尊给我准备的筑基丹，还有七星剑。我炉子上煮的还有水，我先走了。我还炼着丹药呢，告退。这两位前辈果然有问题。这筑基丹和七星剑明明是系统给我的，他们分明是看出了端倪。师尊啊，师尊，你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怎么感觉这小子开始长脑子了呢？已经开始怀疑那位的身份了。要真被他给猜出来，这以后我还怎么办？还不被他给当成奴役啊！不行，我得想办法转移他的注意力。看到了吧？那是天级筑基丹，没错吧？没错了，还有那七星剑，我更是感觉其中蕴含了恐怖的力量，只是被封印了而已啊！恐怖！现在想想，还好我去的及时，要不然那小子真出了什么事儿，那位在震怒之下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恐怖的事儿。谁说不是呢？这资源，这背景，他的未来不可限量啊！没错，我们以后啊也要在背后罩着他，但也不能让他太肆无忌惮。师兄说的是，就这么办。他不是突破筑基吗？怎么搞得跟突破元婴一样？到底是年轻人啊，还是比较在意外人看法？等他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名利什么的，只不过是过眼云烟罢。系统，开始吧。友情提示：本次突破引发天劫，会造成损坏，要不要打个招呼啊？你这次突破会引发的天劫不会太弱，大致相当于之前你炸小日子的效果吧。系统，你这是把我当小八哥整了你！你怕什么？现在有底蕴随时修复你，
问题不大。倒也是。二位前辈，小子一会儿突破的时候闹出的动静可能会有点大，还请二位前辈见谅。小友尽管放心，突破筑基能有什么大动静？嗨，就是林渊，你就放心大胆突破，剩下的不用操心啊。有二位前辈这句话，小子就放心了。系统开启聚灵阵，聚灵阵一开启，宿主可以放心 IP。聚灵阵会在最短时间内修复肉身和灵魂。系统，咱们俩现在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你可别坑我。大夏人不骗大夏人。年轻人还是心性不稳呐，和我们当初很像，自命不凡。其实啊，就那样。是啊，就算是吞噬了天品筑基丹，应该也就那么回事儿，顶多是筑基之后灵气强了一些。看他这个样子，好像能引来天劫一样，确实有点着相了啊。你刚才是不是说的天劫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没有。哎呀，系统，你不是说大夏人不骗大夏人吗？不是说我没问题吗？可能你做的亏心事太多了，所以天劫才会这么狠。你放屁！我什么时候做过亏心事啊？我林渊……怎么不说了？是不是想起来自己之前怎么干的了？你不是泄露天机，就在逆天而行的路上，不批你批谁？如果做那些事情需要受到惩罚的话，那就来吧，我林渊不悔。七星剑，这不是作弊吗？哎呀，你拿着七星剑哪个雷敢劈你啊？师兄啊！这是他在渡劫吗？我怎么感觉像是我们天师府在渡劫呀？刚才是不是你说他闹不出什么大动静，我天师府的基业就要毁在你手里了？你刚才还说了让他放心大胆去做，现在这个锅甩给我，这个锅本天师不背。系统也不怎么样嘛，不还是被我扛过来了？你厉害行了吧？要不是你是内卫的兵，又手握七星剑，早就把你劈成灰了。我来朝中有人好办事啊，何况他后面的人都顶到天上了，已经没人了。不容易啊，终于得到你的认可了。看来我的天赋还是很不错的嘛。这一次虽然遭了一番罪，但好歹实力也提升到了筑基2层，也算是物超所值。行了，别嘚瑟了，还是考虑一下怎么给天师府交代呗。哟，这么猛，这搞得好像天师府渡劫一样，这事儿整的，这不是喧宾夺主吗？你做个人吧，顺便看看你自己的样子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喜欢在山上遛鸟、自由飞翔呢。系统，怎么回事？我的法医怎么这么不抗揍啊？你可别瞎说啊！给你百变法医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，这只能辟邪，不能避雷。那现在怎么办呀？我好歹也是扛过天劫的人啊，这个样子出去，万一被师尊他老人家知道了，那不丢尽脸面。这小子该不会真的猜到什么了吧？总感觉他在用那位压我。不过他说的也对，要真让他丢了面，盛怒之下我也不得好死。宿主可以消耗香火来修复道袍。消耗。宿主，你已经没有香火了。系统，你搞我是不是？宿主可以消耗10点功德来升级道袍。我就知道你个系统，你狗得很。升级！消耗功德成功，道袍升级完成，百化法衣已升级为百化功德衣。这看起来倒是不错。系统，介绍一下。百化功德衣是带有1缕功德的法衣，拥有自动修复的功能。这么说，穿上这法衣以后，我就不怕雷劈了。某种程度上有这样的功效，但系统这边建议宿主还是好好提升实力，别太迷信法衣。本系统不承担任何责任。我就知道你个系统坏得很，典型的无良商家。算了，还是先聊聊突破礼包吧。我记得你跟我讲过，只要突破一个境界，都会有礼包的。给你，打开看看。恭喜宿主突破到筑基境界，获得天青灵叶10滴。获得灵宝阴灵葫芦1个，获得武器锻造次数1次，获得气血丹10瓶。这么多东西，这次的奖励是不是有点超标了？你要是不想要，可以收回来。别嘛！系统，我承认，刚才我说话是大声了一点，但是咱们俩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哪会有隔夜仇呢？来，你先给我介绍一下这些东西。
天青灵液是一种能活死人肉白骨的仙液，金丹修为之下，只要一滴就能回天返日，恢复如初。如果是金丹修为，功能减弱至1/10，金丹之上无效。这么说，有这玩意儿在，以后玩雷的时候，我就不怕被雷给劈了。宿主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怎么就和玩雷杠上了？什么话？君不见，雷霆法王一手遮天，好牛掰的！你说的是时间啊，这个我听说过。只能说宿主格局小了，他顶多也就金丹修为，你修的是五雷正法，等你修为上去，直接甩他一条街呢。真的？当然，所以当务之急你要考虑的是努力修炼。那运宝葫芦呢？运宝葫芦每10天可以孕育出1葫芦的特殊灵液，效果随机。初始灵液为延寿灵液，1壶可延寿3年。这倒是个好东西，正好回去给老张头发福利。行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处理一下天师府的事情。两位前辈勿怪，我也没想到会弄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前辈应该不会介意吧？不介意，怎么会介意呢？都是小事儿，不用放在心上。小子我特意准备了一些礼物来向两位前辈赔罪。算了，本天师怎么能厚着脸皮要晚辈的礼物呢？是啊，既然这事儿是我们要答应的，自然不会怪罪于你。两位不愧是得道高人，这气度让小子佩服。不过既然两位前辈这么说了，小子我也不能无动于衷啊。所以我呀，特意准备了师尊给我留下的延寿灵液，向二位赔罪。小友太客气了，既然是师尊留下的延寿什么啊？延寿灵液？哎，这实在是不好意思。既然是小友的一份心意，那本天师就确实不恭了。哎，你看，我第一眼就看小友很亲切啊，以后我们还要更亲近啊。系统，我怎么感觉他们两个不对劲？你把延寿灵液都拿出来了，他们能对劲才怪。这灵液可是不论修为都能延寿3年，他们当然也需要。小友千万不要多给，意思意思就行了。倒满就行，可别洒了。我先来一口。该我了，该我了。小友太客气了，本天师也不是那种爱占便宜的人。既然喝了你的灵液，本天师也给你准备了一份见面礼。这符箓你拿着，危难时刻能救你一命。恭喜宿主获得天师馈赠紫色符箓五雷破灭符，该符文是天师用一道雷法和大量香火神力刻画而成，元婴之下必死，而且对邪灵的杀伤力提升1个层次，元婴中期之下的邪灵必须死。血赚啊！想不到一点灵液能换来这么珍贵的符箓。哎呀，天师讲究，小子佩服。我听镇魔司的那几个小家伙说，你照顾小日子祭坛的五雷符是自己画的，这足以证明你有这方面天赋。这根灵犀笔你拿着，它能提升你符箓的威力，而且还能减少你画符时候精神灵力的消耗。天师，哎，你这也太讲究了吧！小子我受宠若惊啊！你这是什么话？咱们可是忘年交啊！以后这天师府就是你第2个家。不错，老弟，在我们面前不要见外。对，要不是你着急回去，老哥都准备给你弄个道观清修了。不用，我这次出来的事情已经解决，我也该回去了。哎，系统，我怎么感觉他们两个怪怪？他们大概是觉得你前途无量，想要提前给你打好关系吧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我就心安理得了。这俩老东西也是很能啊，8成猜到了那位的身份，为了和林渊处好关系，这么好的东西都舍得送，也是没使。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观里面有没有发生什么事？观主，并没有发生什么，可安静了，连个香客都没有。我怎么感觉没有香客，你还很开心的样子？小的不敢啊，道爷，我只是怕露出了马脚，给道爷抹黑。起来吧。观主，虽然这些日子并没有来什么香客，可却有一个女人每日都来，已经连续来了3天了，看样子是有急事来找你。女人？是啊，而且还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，人又好，每次来都给我带一只烧鸡吃。道童，我来了，我给你带了你最爱的烧鸡，等道长回来，你可一定要给我说一声啊。好啊，你小子都开始收好处费了。观主，这也不能怪我啊，我这是天性压制，我也控制不住我自己。行了，起来吧，
别老是动不动就下跪，我又没怪你。行了，去把那位居士请过来吧。听说居士已经来过好几次了，不知所谓何事啊？道长，你相信死而复生吗？生死有命，各有定数，哪有什么死而复生的事啊？居士，你要相信科学。天清灵业的活死人也是一个形容而已，世上哪有真正的死而复生？这么搞，阴司部全都乱了。我朋友现在就在做这样的事，我感觉他情况很不对，所以来请求道长去看一看。什么叫你的朋友正在做这样的事？我朋友的男朋友已经死了，但他不知道从哪里得到复生的方法，整天嚷嚷着要举办什么仪式，然后去给他的男朋友复活。听起来有点像南洋那边的写法，不过我更想知道你是怎么找到我这里的。这件事情我给红鸾联系过，他说你或许能解决，所以我就来了。原来是这样。任务发布，请宿主诛杀邪祟，奖励未知。行，这件事贫道接了。肉子，准备干活了。怎么忽然有种心悸的感觉？难道说出了什么差错？不可能，那女人想要复活她的朋友已经疯了，更不可能放弃。婉儿，爹马上就能给你报仇了。等爹炼制成功，马上杀上清玄山给你报仇。道长，我来了，我把古曼童带来了。果然是个疯子，这么慌张做什么？要是出了点差错，就功亏一篑了。是我的错，道长，我的错，我不紧张，不慌张。行了，既然古曼童给带过来了，那就开始吧。等尽快完成仪式，你也早日和你的爱人团聚。去，把古曼童放在他的身边，剩下的交给我就行了。轩哥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一定会让你复活的。没有人能把你从我身边夺走，不管什么代价，我一定会让你复活的。行了，你想让他早点活过来，不要浪费时间了。阴血泄气，亡灵入魂，三阴凝聚，九阳不存，玄石淬炼，听吾号令，急急如律令。在等什么？现在就差你的佛牌了，将你的佛牌丢过去，你的轩哥就能复活了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把佛牌丢过去，就大功告成了。快呀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别叫了，他已经中了贫道的定身术，动不了了。你的最后一步完不成了。是你，混蛋！你杀了我儿子，现在来坏我的好事，我要将你碎尸万段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投。我正准备练了这僵尸，就去弄死你，给我儿子报仇。正好你自己送上门来，省得我再跑一趟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说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呢？果然不愧是父子，儿子养鬼，你养尸，一家子出不来两个好玩意儿。现在你看出来了吧？你真的觉得他想帮你复活？他儿子就是我弄死的，能不能复活他还不清楚吗？要是能复活，还能轮得着你呀？我不相信，我做了那么多努力，就是为了让你复活，你一定会活过来的。哎呀，无可救药了！你现在已经不是深情，而是偏执。你要让他死不瞑目，不入轮回啊！我现在没工夫搭理你，等我收拾了这个野道士，再来处理你的事。出手吧，别说我不给你机会。狂妄！你以为你阻止了我炼尸，你就是我的对手了？正好杀了你，用你的血祭炼僵尸，说不定能炼出一个绿江来。御尸术起！御尸术起！这就是你用南洋邪法练出的僵尸啊！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玩意儿呢，没想到就这东西啊！说大话有什么用？
我倒是要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僵尸硬，给我上！啊！五雷符，清玄观只不过是一个小道观，哪里来的这么多五雷符？可曾听闻雷电法王之名？今日我林渊以雷霆击碎黑暗。你到底是谁？你不是知道我吗？我就是清玄观里一个道士而已。不可能，清玄观只不过是一个荒野山头，你哪里来的这么多五雷符？再说了，五雷符珍贵无比，哪有人像你这么玩？五雷符很珍贵吗？这不是有手就行吗？去！道长，你是玩的上瘾了吗？主要是方便嘛，这一达符能解决的事儿，何必要亲自出手呢？道长，你有那么多五雷符吗？没有，我现在都是现用现画。不过啊，这五雷符确实难画，我一口气也就只能画个几十张。道长，你说你自己能画符，一次还是几十张？怎么，画符不是每个道士都必备的技能吗？难道你们镇魔司的人不会画符啊？道长，你这么说话容易得罪人呢。道长，你有所不知，现在能画符的确实不少，但是画符需要灵气啊，不是每个人都舍得的。再说这五雷符是道家正法，不是一般人能画的。道长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……既然是不情之请，那就不要再说了嘛。道长，别这样，道长能否给我一些符箓？放心，我们镇魔司不白拿，只要以后道场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。放心，随叫随到。行，但材料你要自己准备啊。还有，我要收取报酬。行，没问题啊。行，等你什么时候需要，去清玄观找我即可。哦，对了，连上这几次的报酬一并给我。好嘞。老哥，你在开玩笑吧？以你的实力，这人间还有你做不到的事？哎呀，这事儿啊，我还真做不到。在那个大夏南岳交接处的地方啊，以我的实力过去，恐怕会引起很多的关注。而实力不行的人，就是去了，到时候也是无疾而终啊！哎呀，我就实话告诉你了吧，我们之前啊也派人去过，金丹期的修士啊，我们也派去过，只是到最后啊都无疾而终了。老哥，有什么事你直说吧。接3万亡灵归家。触发任务：接3万阴魂回家。阴魂不散，执念难消。宿主若是能将阴魂接引归来，并送入轮回，奖励功德10万，并奖励特殊奖励1次。系统，你怕不是搞错了吧？10万功德，你确定这是我现在能做的事情？宿主，你要相信自己。何况你之前干小八嘎的时候，不是说自己有拳拳爱国之心吗？难道你就忍心看着英烈的亡魂回不来，成为游魂？怎么，现在你不爱国了？什么话？你这是什么话？我告诉你，系统，你可以怀疑我别的，但我这一颗红心不容置疑，不就是接英灵回家吗？这活我接了。老哥，这任务我接了。哎呀，我就知道老弟你身为他的徒弟，肯定不会让那些英灵在外漂泊的。那是当然，我林渊一颗红心向天地，先辈的英灵交给我，我接他们回家。有你这句话呀，我就放心了。不过老弟你放心啊，这一趟我不让你白跑。天师钟馗，这是钟馗令，可以召唤出钟馗天师。如果你遇到危险，就拿出这块令牌。老哥仗义啊！不过就算没有这东西，我也是会去的。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其实这个东西我只是暂时借给你。不过我看老哥盛情难却，我实在是没办法拒绝啊！你放心，这事包在我身上，我现在就出发啊！彪子，走。彪子，走。道长小了，格局小了，到了我家观主手里的东西，你还想要回去，可能吗？哎呀，四嘴，你怎么就不能说快点？哎呀！看来这里就是那片战场所在。系统有没有探测到英灵的存在？感知不到，这里似乎被人布置了阵法。你的意思是？英灵并不是迷路了，而是无法离开。有这个可能，不过现在我无法分辨出来，具体要等你到了位置，系统才能给出答案。不管是谁，都休想阻止我带英灵回家。彪子，去打探一下。
看来除了小八嘎，那些南越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不过既然他们想玩，那我就陪他们玩一玩，大不了炸了这里。反正我就不信他们的阵法能扛住破灭符。请宿主冷静，现在的局面还到不了那个地步，不要动不动就玩命啊！我有天青灵液，我怕啥？大不了一口闷。宿主，你做个人吧，人家得到这东西都恨不得当宝贝供起来，你就是为了玩雷？那咋了？咱又不是没有这条件。再说了，完成任务以后，我有10万功德，到时候要什么没有啊？还真是个疯子，也不知道那位大佬到底怎么看上他的。看来我得看好他，要是真的出了差错，那位大佬一怒，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看样子就是这里了。系统，有感觉到英灵的存在吗？就是这里，这是有人布置了邪法，想要炼化3万阴魂，提升力量。混蛋，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干得出来，难道就不怕上天震怒吗？宿主，你要不要先进去看看什么情况，再决定要不要玩来？不然万一伤到了3万阴魂，也不是什么好事，不是？你说的有道理，那就先进去看看。观主，我找了这林子里的动物，打听过了，是一个邪修在这里修炼。又是邪修，看来我这辈子是跟邪修杠上了，走到哪儿都能碰见。我等你很久了，本来我以为来的会是天师傅的天师，没想到竟然派来了你这么个送菜的。系统，这剧本是不是错了？他说他在等天师。宿主，你可能被坑了，这邪修的修为已经是金丹圆满，距离一步就能成为元婴境。那你还触发任务？你要是不触发，我会来到这里吗？我这不是成全你爱国之心吗？哎呀，赶紧说说现在怎么办吧！一个刚刚筑基的废物也敢来这里，是谁给你的勇气？筑基怎么了？我林渊出道以来，非常一败战绩可查，半步金丹我能干死，半步元婴也得死。好个狂妄的小子！张道明在我面前都不敢说出这句话，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？还弄死我？你凭什么？天地玄宗，万气本根，广修万劫，正无神通，金光咒起！金光咒，还是已经圆满的金光咒，看来你还是有点东西。不过只有这些还不够看，够不够看的，试试才知道。七星灭魔，就这点本事，七星剑不错，我能感觉到里面强大的力量。不过在你手里废了，是吗？那你看看这个五雷破灭符，给我爆！你这个疯子！混账！谁教你这么玩的？五雷破灭符你都敢放，你不要命了？我死不死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必须死。可惜了，没能炸死你。看来张道清还挺重视你的，连这个东西都给你了。不过可惜，我现在的身体可是承载着无数的怨灵，就算是破灭符，也只能伤到我。想要我死，你还差得远。检测到宿主生命体征下降，已自动吞服10滴天青灵液，勉强吊住了宿主的命。鉴于现在宿主的处境，系统这边建议宿主不要藏私，直接召唤钟馗。唉，可惜了，本来还想藏下来，看来是没机会了。这一波血亏啊！黔驴技穷了吧？不过在你死之前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名张道斌，是张道清、张道明的师弟。当初要不是他们坏我道法，我怎么会落到这一步？你是天师府的人，张道清和张道明两个人就是嫉妒我，不就是害死了师尊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敢来吗？因为天师渡的传承就在我手里，只要他们敢来，我立马毁掉。到时候你们天师府一辈子都别想再有出头之日。说了那么多，我还以为你要洗白呢，没想到是自爆啊！抱歉，道爷，我不想知道你们那些阿扎事。今天道爷只负责超度你。你都死到临头了，还在胡说八道。我是不行，但有人能行。钟馗令，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现在你想明白了吧？张道明他们并不是不想亲自来收了你，只是碍于师门情面，不想亲自灭了你罢了。亮个相吧，我大天师！道门败类，
人间邪道，本天使已经等你很久了。林渊见过天师。不敢不敢，钟馗见过小友，小友果然是人中之龙，不到最后一刻都没有召唤我，不知小友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？系统，钟馗这反应对吗？他只是不知道你的心思而已。他要是知道你不召唤是为了昧下的天师令，肯定就是另一个态度了。这话说的，那我千里迢迢过来，是为了过来玩雷啊？那你还在等什么？还不想办法完成任务？本系统可以告诉你，如果你能完成任务，你的特殊奖励将会是天师度。天师，我的确有一事相求，看看如何把这里的3万阴魂带回家呀。这个恕本座无能为力，这既然是小友的任务，小友还是自己完成吧。不过我可以送小友一个东西，或许这个东西能助你一臂之力。